主事大人，您……此时此刻，少师兄等弟子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那里，脸上布满了难看之色，就如同刚刚置身天堂，但还没来得及体会那种幸福，却又被人一脚踹入了地狱一般。怎么，你们这是不明白我的意思？那好，今日我就把话说清楚，让你们明白，我废竹林的弟子可以修为低，但绝对不能做懦夫。你们往日的所作所为，简直丢尽了我废竹林的脸，根本不配做我废竹林的弟子，都滚吧！今日开始，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线内，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红强开口了，但却满是绝情。主事大人开恩，主事大人开恩啊！虽然我等的确懦弱了一些，但我们却对您忠心耿耿啊！见状，少师兄等弟子纷纷跪倒在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喊起来，想要为自己博取一些机会。你们之前是如何在背后议论我的？难道都忘记了吗？我这样一个老废物，在你们心中根本就不配做废竹林的主事，你们说是不是？红强冷笑道。我们听到此话，少师兄等人顿时傻眼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已经说不出话来。相反，有的只有害怕。滚，滚出我废竹林！红强再度高喝一声，整个废竹林都是为之颤动。快走！见状，少师兄等人哪里还敢逗留，赶忙爬起身来，用那颤抖的双腿连滚带爬的离开。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竟全被红强知道了。此刻真的是害怕到了极点，不敢再留在此处。事实上，像他们这样的家伙，红强只是让他们滚出废竹林，已是对他们极大的宽恕。你们两个倒还有种，日后就留在我废竹林专心修炼，哪里都不用去了。至于修炼资源以及各方面的待遇，从今日开始，我就会给你们提升，绝对不会比落叶竹林的任何一座竹林差。红强对李想与小明说道。说话之间，大手一挥，分别将2个乾坤袋丢向了李想与小明。那里面是一些修炼资源以及2把王兵。虽然这样的修炼资源对于楚风来说算不上什么，但是对于李想和小明来说，简直如获至宝。拜谢主事大人！这一刻，李想与小明狂喜不已，赶忙跪倒在地，对红强施以叩拜大礼。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时不时地看向楚风一眼，因为他们心中非常清楚，他们能有今天，全都是楚风的功劳。若是没有楚风，他们不可能得到红强的赏识，是楚风教会他们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今日，他们也终于知道，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尽管会很苦，可却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因此崛起。楚风，我们又见面了。而就在这时，红强终于看向了楚风，面带微笑，和善至极。尤其那双苍老的双眼之中，此刻没有任何的凌厉，充斥的尽是欣赏的目光。红强对待楚风，与其他人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楚风拜见红强前辈，而楚风也是双手抱拳，弯腰一礼。他没有叫红强为主事，也没有施以跪拜大礼，很是从容，就像是再见一个老朋友。楚风啊，我的容貌是不是与你想的不一样？红强笑眯眯地问道。其实还好，毕竟红强前辈留下神识的时候，您还年轻，如今这么多年过去，容貌变化倒也正常，所以楚风早有准备。不过虽然容貌没有太多的意外，但有一点还是与我想的不太一样的。楚风笑着说道。哪一点？红强也是好奇地问道。红强前辈比我想的还要强。楚风回道。哈哈，难道你想象中的我弱吗？若是我在你的心中很弱的话，你小子也不敢惹出这么大的乱子吧？红强哈哈笑道。听得此话，楚风尴尬地挠了挠头，原来自己的小伎俩早就被红强识破了。不过你这小子果然有胆识，比我想的还要优秀。而至于这些不长眼的东西，也确实该给予一些教训。楚风，他们我就交给你来处置了，想怎么处置他们，你说吧。红强看向采竹林的众位弟子说道。废竹林内的宫殿还没打扫干净，还有一些路段也没彻底铺完，不如让他们去做完吧。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废竹林的众人松了一口气，只是清扫一下宫殿或是铺路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毕竟那样比这样跪着要好上万倍。对了，还有很多大便没有被捡干净，还是让他们先把大便捡完吧。忽然楚风补充道。听得此话，废竹林的众人的脸瞬间就绿了，怎么也想不到这楚风竟然这么恶毒。哈哈，好，就按你说的做。可对于楚风的提议，红强却极为满意，对众人说道。楚风说的你们都听到了，还不快去做？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今日内必须将我废竹林打扫得干干净净，否则有你们好看。此话刚落，红强便大袖一挥，一片磅礴的金色光芒如同天地散花一般飘落下，随后又如同无形的利刃一般纷纷刺入采竹林众人的体内。对了，千万不要想着逃走，否则后果自负。做完这些后，红强说道。这一刻，采竹林的众位长老们脸都绿了，尽管红强没有明说，可他们能够感受得到，红强刚刚施展的是结界之术，那刺入他们体内的金色光芒体实际上乃是一种生死符。这生死符非常厉害，除非红强解开，否则他们若是离开废竹林，便只有一个下场，那便是死。所以他们哪里还敢不听话，哪怕万般的不情愿，此刻也是准备按楚风说的去做，生怕实现内完不成，红强折磨他们。对了，要用手剪。可就在采竹林的众人准备就此离开去执行任务之时，楚风却是突然开口。听得此话，采竹林的众人皆是愣在了那里，那副模样就跟吃了大便一样难看。楚风，你不要太过分，欺负人也没有你这么欺负的。果不其然，有一位采竹林的长老忍受不了楚风的刁难，大声呵斥起来，按他说的做。可就在这时，红强却是平静的开口了，没有特别强硬的语气，但是只是这简单的一句话，却宛如死命令一般。这一刻，那位长老傻眼了，不敢再多说什么。与此同时，
彩竹林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他们没有再反驳，因为对于红墙的话，他们不敢反驳，而是默默地离开，去徒手捡大便。楚风，你这立威的手段不错。在彩竹林的众人散开后，红墙夸赞道：“还不是红墙前辈厉害，否则他们怎会照做？”楚风笑着说道：“行了，咱们两个就别互相戴高帽了，随我来，我带你看一样东西。”红墙说道：“什么东西？”楚风问道：“来吧，是你有兴趣的东西。”红墙故意卖起了关子。起初，对于红墙到底要带他看什么，楚风还有一点好奇。可是当他们走上那熟悉的路线后，楚风就已经猜到了红墙要带他去看什么，那便是孕育在这废竹林深处的天地奇物。果不其然，红墙真的带着楚风来到了那天地奇物孕育的入口。他不仅轻车熟路，并且那破解阵法的手段比楚风还要玄妙得多，干净利落，极为娴熟。红墙不仅实力强到深不可测，不仅是一位黄袍戒灵师，并且还是一位非常强大的戒灵师。戒灵师的强弱可以通过结界之力的强弱来划分出实力水平的高低，而结界之力通过形态便可辨别是何等级。白、灰、蓝、紫、金这5种结界之力，颜色各不相同，极好辨认。但是到了黄级结界之力，比之前5种却又有些不同。黄级结界之力依然为金色，只不过它的金色比之金色结界之力有着不小的差别。黄级结界之力的金色不仅比金色结界之力的金色更为霸气，并且有着一种独特的视觉冲击力，让人只看一眼便知道黄级结界之力要远胜于金色结界之力，让人发自内心的为之忌惮。不过最重要的是，黄级结界之力亦并非单纯的颜色上的变化，还有着来自质的变化。在黄级结界之力之中，还蕴含着如同符咒一样的特殊纹路。这纹路分为3种，分别是虫纹、蛇纹、龙纹。不同的纹路代表着黄级结界之力的强弱，所以纹路不同则威力不同。准确来说，黄级结界之力也分为3个等级，虫纹最低，蛇纹居中，龙纹最强。所以黄袍戒灵师也就根据黄级结界之力的强弱分为3个等级，那便是虫纹黄袍戒灵师、蛇纹黄袍戒灵师以及最强大的龙纹黄袍戒灵师。之前楚风所见到过的黄袍戒灵师也有不少，可无论是青木山炼药部的主事红魔长老，还是司马颖的爷爷司马火烈，亦或者白若尘的母亲，以及青木山的顶尖高手白猿半帝，他们的施展结界之力的时候，黄级结界之力内涌动的都是虫纹。但眼下红墙布置阵法之时所使用的结界之力却并非是虫纹，乃是蛇纹。这说明红墙的结界之术要胜过红魔长老，要胜过司马火烈，要胜过白若尘的母亲，同时还要胜过白猿半帝。这等实力也就难怪他布置的结界门连楚风无可奈何了，因为楚风的结界之术与红墙相比还远不在一个级别，对方可是一位蛇纹级的黄袍戒灵师。据说一位真正的黄袍戒灵师是站在5之圣土最巅峰级的存在，那指的就是龙纹级的黄袍戒灵师。可这不代表蛇纹级的黄袍戒灵师就弱，至少蛇纹级的黄袍戒灵师在5之圣土也绝算是真正的高手。红墙是一位真正的高手，在5之圣土也能够立足的高手，是楚风来到5之圣土后见到过的最强者，这让楚风对红墙的敬畏之心不免增强了几分。所以楚风也没有多问，就这样跟着红墙一言不发，想要看看那天地奇物到底为何模样。进入岩洞之后，2人便一路前行，直到来到那座挡住楚风的结界门才停下来。而也如同楚风所想，这道结界门的确是红墙所布，因为他很轻松的便破解了这道结界门。可这道强悍的结界门却并非无疑，在走过这道结界门后，在后面又经过了多道结界门，前前后后加到一起，总共21道结界门。这些结界门一道比一道门坚固，一道比一道难破。在这21道结界门的中间，还有着总共38道结界陷阱，虽然形态各异，但每一道都非常的厉害，每一道都具备着让楚风粉身碎骨、魂飞魄散的威力。而这些都是红墙布置的，为了守护这天地奇物，他当真是费尽心思。不过当打开第21道结界门后，他们终于来到了这岩洞的尽头。此刻展现在楚风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岩洞，这个岩洞简直自称一座天地。而在那岩洞的最中心有着一个庞然大物，那是一个巨大的莲花。这莲花非常宏伟，高度达100米，宽度近1000米，并且它并非普通的莲花，它的身体是一种金属构成，那金属又并非寻常的金属，包裹着熊熊烈焰，那烈焰也并非寻常的烈焰，仿佛能够焚烧万物。不过最令楚风心惊的并非是他的外貌，而是他那逼人的气息，那种能够摄人心魄却又蕴藏着毁天灭地之威的气息。这莲花非常之强，强大到连楚风也是被他的气息逼出来一层冷汗。好在这此时此刻，这莲花被一层又一层强大的结界阵法彻底封锁，否则这莲花只凭借他的气息就能置楚风于死地。而这朵巨大的莲花自然便是孕育于此处多年的天地奇物。怎么样，我带你看的这样东西可还满意？红墙笑着说道。原来红墙前辈早就知道我来过这里。楚风感叹一声，你小子就别夸我了，你不是也早就猜测到是我封锁了这里吗？红墙说道。楚风尴尬的笑了笑，他的确早就猜到了，否则也不会大闹一场引红墙出来。这东西震撼吧？红墙再度问道。的确很震撼，比我想象的还厉害，不过它似乎很危险。楚风说道。他说的是实话，因为他真的已经意识到这个莲花形状的天地奇物有多恐怖。若不是红墙用结界之术压制了他，此刻的他
很可能早就大开杀戒，岂能容忍楚风与红强在他的领地撒野？当然厉害，此物名为烈焰铁莲花，是世间一种极为凶残的天地奇物。幸亏这烈焰铁莲花还并未大成，否则就算是我，也不是他的对手。事实上，就算是现在的我，也只能暂时压制他。不过最为可怕的是，他还在继续成长，这样下去，他迟早大成。那个时候，我的封印将挡不住他，我也挡不住他。而当他突破封印之后，绝对不会放过将他封印于此的我，甚至整个落叶竹林都要生灵涂炭，遭受灭顶之灾。红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布满凝重之色，他绝非是在开玩笑。这东西竟然这么厉害！听得此话，楚风倍感吃惊。尽管已经意识到这烈焰铁莲花很恐怖，但却没有想到连红强也无法彻底制服这烈焰铁莲花，并且继续这样拖下去，这烈焰铁莲花将会大成。那个时候，连强大如此的红强也只能逃之夭夭，否则定然毙命。这已经超乎了楚风的想象，我绝没有半句夸张之言。这烈焰铁莲花的凶名本就极盛，相传大成的烈焰铁莲花实力将得到质的飞跃。在5只圣土的历史上，出现过3只大成的烈焰铁莲花，而每一只都是嗜血成性的怪物，所过之处万物皆毁，万灵皆灭。与其说他们是怪物，倒不如说他们是魔鬼，唯有5帝强者才能灭掉它。不过很可惜，在落叶竹林之中，没有5帝级的强者。界尸联盟倒是有，但若是惊动那个老怪物，恐怕我苦苦压制多年的烈焰铁莲花将成为界尸联盟的嫁衣，与我再无关系了。红强摇了摇头，显然不想放弃这个烈焰铁莲花，毕竟天地奇物，就算再危险，可也是天地间的至宝，价值难以估量。红强之所以费尽心思想要制服这烈焰铁莲花，自然也是为了要得到这烈焰铁莲花。前辈之所以不放弃，就一定是有办法。楚风说道。办法倒是有一个，那就是在他大成之前将他灭掉。不过我相信你也能够看得出来，哪怕他还未大成，可现在的我也根本不具备将他灭掉的本事，否则也不会大费周折的将他封印于此，一拖再拖。但是倒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让烈焰铁莲花的力量大减，那个时候我便可以趁机将它灭掉。所以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帮我去将那个东西找到带过来。红强说道。红强前辈，既然有能够克制烈焰铁莲花的东西，您为何不自己去找呢？楚风不解地问道。这烈焰铁莲花非常狂暴，我布置的结界阵法也需要每日加强，否则只要稍稍减弱，它将破阵而出，所以我根本无法离开这里。不过幸好你来了，我看得出来你的结界之术很强，否则也不会寻得这烈焰铁莲花的孕育之处，而取得那物刚好需要极强的结界之术，所以你是帮我的最佳人选。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信得过你，当然了，我也不会让你白帮我这个忙。等灭了这烈焰铁莲花后，烈焰铁我们可以平分。红强对楚风说道。烈焰铁，莫非是这烈焰铁莲花那曾燃烧着烈焰的金属物体？楚风问道。他能看得出来，那并非寻常的金属，虽与苍冥金刚铁有所不同，但却也是一种非常难道的金属物质。没错，那燃烧着烈焰的金属便是烈焰铁。红强说道。可是那好像并不是烈焰铁莲花的核心所在，只是一个躯壳而已。楚风说道。的确，就如你所说，烈焰铁莲花的核心是莲花种子，而烈焰铁不过是守护莲花种子的躯壳。举例来说，烈焰铁就像我们的肉身，但莲花种子才是我们的心脏与丹田，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也是莲花种子孕育出了烈焰铁。红强说道。那您为何如此重视这烈焰铁呢？楚风好奇地问道。因为他早就注意到，对于红强来说，真正吸引他的并非是莲花种子，而是那烈焰铁。虽说大部分天地奇物最为珍贵的都是它的核心所在，不过这烈焰铁莲花却有所不同。因为烈焰铁莲花太过狂暴，所以哪怕它的莲花种子是它孕育多年的核心，可却也没人能够将其炼化，除了收藏之外，便没有太多的价值和用处。但是烈焰铁却是炼制地兵的最佳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绝世至宝。所以烈焰铁莲花最为珍贵的并非是它的种子，而是它的躯壳，也就是烈焰铁。红强说道。这么说来，这烈焰铁的确是件宝贝，不过相比于它，我对烈焰铁莲花的种子更感兴趣。红强前辈，我可以不要烈焰铁，但能否将莲花种子送给我？楚风说道。他寻找天地奇物为的就是修炼资源，虽然烈焰铁莲花的种子的确很狂暴，寻常人根本无法炼化，但是这不代表楚风无法炼化。至于那烈焰铁，对于已经拥有苍冥金刚铁的楚风来说，吸引力倒不是很大。既然红强这么喜欢，楚风自然不想与他争抢，你若喜欢，自然可以给你。不过楚风，那莲花种子真的没什么实际价值，你可要想好，你真的要它而放弃烈焰铁？红强问道。多谢前辈好意，不过这莲花种子我真的很喜欢。楚风说道。刚好我也需要多一些的烈焰铁，那就依你，莲花种子全部归你，烈焰铁全部归我。红强说道。多谢红强前辈。听得此话，楚风赶忙抱拳施礼，内心无比窃喜。他能预感到红强绝对不会骗他，而这烈焰铁莲花既然如此厉害，厉害到大成之后唯有5帝才能将它制服，那么他酝酿多年的莲花种子定然非同小可，只要将其炼化，楚风的修为定然能够更上一层楼，这正是楚风想要的。红强前辈，那你想要我取去的东西到底为何物？谈妥条件之后，楚风便想尽快取回那物，搞定这烈焰铁莲花，从而尽快提升修为。这东西
叫做应风寒冰，是应风谷村的镇村之宝。别看这应风谷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可实际上村内乃是一个传承万载的古族，不容小觑。所以强抢是不行的。不过这应风古族很是好客，若是他们中意的客人，他们往往会赠送一些应风寒水作为礼物。但是我需要的可不是应风寒水，而是比应风寒水珍贵数倍的应风寒冰。可那应风寒冰乃是他们镇村之宝，从不送人。红强说道：“那我该怎么做？”楚风已经意识到，想要获得这应风寒冰，似乎并没想象的那么容易。你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要让他们非常中意你，然后找机会将应风寒冰给偷出来。红强说道：“偷出来，这不太好吧？”楚风有些犹豫，他可不喜欢做偷鸡摸狗之事。你只要取出巴掌大的应风寒冰就可以了，而完整的应风寒冰可足有一只灰熊这么大。你取出巴掌大小的量，并不会真的破坏他们的镇村之宝，并且你若是得手，就把这个留下，当做是对他们的补偿。红强说话之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个木盒，那木盒很是精致，而木盒打开之后，顿时绽放起红色的微光。仔细一看，总共36颗，如同珍珠一样的红色物体，正散发炽热的气焰。前辈，这是？楚风一惊，这36颗红色珍珠绝对是不俗之物，甚至楚风在他的身上能够感受到天地奇物的气息。不过可惜，这东西就算与天地奇物有关，但也并非修炼资源，而是能够增强结界阵法的宝贝。此乃深海红珍珠，是增强封印阵法的至宝，价值不菲。我这36颗深海红珍珠绝对胜过一块巴掌大的应风寒冰，你把这个留给他们，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些补偿吧。红强说道。看来也只能如此了。见状，楚风还是接过了深海红珍珠。为了能够提升自己的修为，只要不是滥杀无辜或者伤天害理之事，楚风都可以去做。可这也不能怪他，谁让他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包袱？他想要击败的可是那座抖一抖脚就能让五只圣土为的所有势力为之覆灭的庞然大物。楚风那个立足于未知天外的强大家族。在此之后，楚风便与红强离开了这里。只不过当回到那处水晶棺材的地方，楚风却忍不住止住步伐。前辈，你可知这女子是从何而来？楚风好奇地问道。这个女子实在是太神秘了，楚风真的很想知道她的来历。不知，但我知道她生前应该非常之强，至少她留下的东西我难动分毫。红强说道。竟连红强前辈都无法破开此关，楚风惊叹：我连那墓碑都破不开，更别说此关了。红强也是摇头感叹起来，随后又补充道：他最先发现烈焰铁莲花，不过他却并未动这烈焰铁莲花，反而是将自己葬在了这里。这女子太过神秘了，但是我倒是有一个猜想。红强说道。是何猜想？楚风追问。此女很有可能是这落叶竹林的创建者。红强说道。落叶竹林的创建者？楚风吃惊。落叶竹林的创建者非常的神秘，甚至没人知道她是男是女。不过根据记载，落叶竹林的创建者非常之强，多半是一位武帝强者。可是他又在多年之前忽然消失，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我曾经推算过，这女子死去的时间与落叶竹林创建者消失的时间对比后，非常的贴近。再加上此女生前那深不可测的实力，我个人猜测，她很可能就是落叶竹林的创建者。红强说道。原来他是武帝吗？武帝的本源，这实在是太诱惑了。听得此话，女王大人兴奋的上蹿下跳，双眼放光，简直快要流出了口水。对于他来说，本源实在是太重要了，而武帝强者的本源那更是充满了诱惑。竟是武帝强者吗？事实上，就连楚风也吃了一惊。尽管猜测到这女子生前很强，但却没有想到她会强大到这种地步。武帝，这可是五只圣土的巅峰境界，凡是能够成为武帝者，哪一个不是能够在五只圣土跺一跺脚便让各方势力为之忌惮的存在？其实我也都只是猜测罢了。这棺材太强，根本无法感应到他生前到底是何修为，再加上他的肉身完好无损，也无法从骨骸上判断出他的修为，所以根本无法确定我的猜测是否属实。但是不管是不是武帝不重要，不管他是不是这落叶竹林的创建者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本源完好，否则不可能肉身完整保存。而一位强者的本源对于界灵来说是大补之物，而这水晶棺材与那墓碑也同样是价值不菲之物，所以这女子与这水晶棺材加到一起，简直就是无价之宝。但是可惜，如今的我根本无法拿到这件宝藏。红强忽然笑了，笑得很是无奈。由此能够看出，他其实也很想得到这神秘女子的本源，也想得到那水晶棺材，毕竟他也是一位强大的界灵师。这一刻，楚风与蛋蛋都是不由得感到失落。红强如此之强，就算他现在无法得到这神秘女子的本源，但若是他想的话，早晚会得到的。这样一来，蛋蛋与这武帝强者的本源可就没什么机会了。而就在这时，红强的双手开始交加，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如同泄闸的洪水一般自其体内喷涌而出，在其催动之下，结界不但变化，最终形成磅礴的大阵，将那水晶棺材，将那神秘女子，将那诗句墓碑彻底覆盖。而很快的，那金光闪闪的阵法便从金光闪闪变得暗淡无光，并且越来越变淡，直到彻底消失。只不过与那阵法一同消失的，还有那水晶棺材，还有那神秘女子，还有那诗句墓碑，就如同从来都未出现过一般。那片区域除了空旷的岩壁，一无所有，真是无耻，竟然布置隐藏结界和守护结界，将这本源给藏了起来。难道我们还会与他抢不成？实在太过分了！楚风这个臭老头是明摆着信不过你，
亏你还这么尊敬他。见到这一幕，淡淡气得咬牙切齿，直撇嘴，觉得洪强太过无耻。然而就在那水晶棺材被强大的阵法彻底隐藏之后，在那阵法所在之处，却忽然荡起了层层空气涟漪。涟漪荡起不久，在其中心之处开始浮现点点金光，金光越来越成，似有物体从中钻出。仔细一看，那的确是一物，如梦如幻，似真似假。直到它自涟漪彻底钻出后，才能让人看出这是一把金色的钥匙。那金色钥匙出现之后，空气涟漪便随之消失，而那金色钥匙则御空而起，如同翩翩飞舞的蝴蝶，落入了洪强的手中。楚风看得出来，这是一把由黄级结界之力凝聚而成的结界钥匙，能够破开洪强先前所布置的隐藏阵法以及守护阵法。楚风，烈焰铁莲花中最为珍贵的烈焰铁，你并没有要，只是要了那没有实际用途的莲花种子，实在是太亏了一些。这棺材与棺内的女子皆是宝物，作为补偿，我就把它们让给你。当然了，这宝物你到底能否得到，还要看你日后的本事。我能帮你的，只是将它暂时隐藏起来，不让其他人发现它。洪强将那结界钥匙递给了楚风，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大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洪强竟愿意将这棺材和女子的本源让给自己。多谢前辈，尽管意外，可楚风却并未推脱，因为5地级的本源对于蛋蛋来说着实太重要了。和我客气什么？至于洪强，则是微微一笑，随后双手负于身后，便从容地向岩洞出口行去。蛋蛋，看来你看错洪强前辈了，他可没你想的那么自私。楚风忍不住调侃起女王大人，而心情大好的女王大人对于楚风的调侃也不生气，反而是甜甜一笑，一脸郑重地说道：“这个老头还算不错，待得日后本女王恢复修为，倒是可以提拔提拔他。”你这丫头！听得此话，楚风也是为之一笑。虽然女王大人的确很不简单，可是她的性格有时候却更像一个孩子。但楚风不得不承认，淡淡那天使的脸孔、魔鬼的身材，配上孩子气的性格，反而更加迷人，让人心醉。可是楚风不知道，在他沉浸于此刻的喜悦之时，废竹林内的理想与小明却正在遭受着巨大的危机。此时此刻，理想与小明浑身上下皆是伤痕，被捆绑在一个竹子顶端，脚朝上，头朝下，倒挂于半空之中，鲜血自他们的身体滑落而下，滴在地上。从他们下方那2大滩鲜红的血迹，便能够看得出来，他们被悬挂于此处，应该也有了一回功夫。而将理想与小明弄成这般的罪魁祸首，可不是寻常的角色，乃是采竹林的主事人，并且在采竹林主事人的旁边，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存在。这位乃是落叶竹林内最位高权重的存在，他便是落叶竹林的掌教至尊。而除此之外，金银铜铁4竹林的主事人以及众多长老和弟子，也全部重返废竹林。此刻的废竹林比之先前还要热闹得多，而到场的人物比之先前还要强横，并且他们皆是气势汹汹，来者不善。甚至此时此刻，众位弟子正在齐声高喊：“叛徒洪强，滚出来！叛徒楚风，滚出来！”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幕，那还要从采竹林的主事人说起。采竹林的主事人实力强横，被誉为是落叶竹林内除了掌教之外的最强者。与此同时，他也被人们认为是落叶竹林内除了掌教之外最不能得罪的人。采竹林主事人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威严与名望，其实还与他的身份有关。他的身份便是落叶竹林掌教的亲弟弟，兄弟2人，一个是落叶竹林的掌教，一个是最强盛的采竹林主事人。可以说，这落叶竹林就是他们兄弟2人的。这也是采竹林的主事人会这般狂傲，会如此目中无人的主要原因。所以，当采竹林的主事人得知自己派出的当家长老被洪强击败，并且他采竹林的众位长老与弟子都被扣留于废竹林内，还被逼着去捡大便后，他当真是暴跳如雷，杀意滔天。他将这个事情告诉自己的亲大哥落叶竹林的掌教之后，其大哥也同样是愤怒不已。在他们兄弟2个看来，洪强不是在立威，而是在挑衅他们兄弟2人的权威。这洪强不管是何来路，都必须除掉。于是落叶竹林掌教以及采竹林的主事便召集了落叶竹林的所有长老与弟子来到此处。他要做的可不是简单的将洪强驱赶出废竹林，他们要做的是将洪强斩杀，因为他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的地盘撒野。洪强若还是个男人，就给我滚出来！在众人呼喊无果之后，采竹林主事人忍不住亲自怒喝一声，他声音如雷，震得大地为之抖动，天空为之颤抖，回音响彻不断。洪强，做人要敢做敢当，你潜入我落叶竹林到底有何目的？既然你今日暴露了修为，想必你已经做好了摊牌的准备。既然你有准备，又何必躲躲藏藏？不如现在就出来，把话说个清楚吧。与此同时，落叶竹林的掌教也是开口了。虽然相比于采竹林主事，他的语气很是平静，可是却又霸气非常，声音之中蕴含着浓浓的威压，传遍八方，震慑地下天上。看那洪强也就敢欺负我们。掌教大人和采竹林主事出马后，他连面都不敢露了，还露什么面？估计早就逃之夭夭了吧。欺软怕硬，果然废物。见洪强并未回应，那些先前被洪强吓破胆的主事与长老们开始趁机讽刺起洪强。大哥，依我看他是逃了。采竹林主事对落叶竹林掌教说道。不，他应该没有逃。落叶竹林掌教摇了摇头，随后双眼微微眯起，闪过一抹寒意。忽然之间，落叶竹林掌教手指轻轻一勾，2根竹子便拔地而起，宛如利剑一般横空而来。最终那2根竹子在理想与小明的半米之外停下，
将那尖锐的竹子对向了李想与小明的丹田处。那竹子可并非寻常的竹子，而是蕴含了地级武力的竹子。这竹子不仅能够穿透李想与小明的肉身，更是能够让他们魂飞魄散，粉身碎骨。红强，你若再不现身，可就休怪我对他们不客气了。落叶竹林掌教说道。他觉得红强将废竹林所有弟子驱赶而出，偏偏将李想与小明留下，这说明红强与他们之间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找不到红强的时候，李想和小明绝对是找到红强的突破口。不过可惜，哪怕他将此话说出，却也依然没有红强的动静。见状，落叶竹林掌教也眉头微微皱起，说道：我只数3个数，3个数后你若还不现身，我便杀了他们。听得此话，李想与小明皆是吓得闭进了双眼，吓得大汗淋漓，瑟瑟发抖。他们真是被吓坏了，他们几乎确定红强不会救他们，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必死无疑。1、2、3。而就在这时，落叶竹林掌教的声音接连响起，1声、2声、3声，直到3声落下，却依然没有红强的回应。这一刻，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确定红强不会出现了。他不会为了李想与小明出现，因为他怕了，他怕了落叶竹林的掌教。所以这一刻，那些厌恶红强、惧怕红强的众人，心中那叫一个得意，那叫一个欢喜，因为在落叶竹林，终于有人能够治得住红强了。事实上，就连落叶竹林的掌教也是这么想的。红强，看来就算他们死，你也是不肯露面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他们的死乃是拜你所赐。话到此处，落叶竹林掌教面容转冷，大袖一挥，那2根竹子便光芒大盛，杀意凛凛，欲取李想与小明小命。可就在这时，一阵劲风突然自远处掀起，以胜过闪电的速度，风卷残云一般席卷而来，所过之处飞沙走石，土壤翻飞，竹叶寸断，烟尘滚滚。可就是这样的声势，却在瞬息之间飞掠而来，最终落在那2根竹子之上。终于肯露面了吗？不过可惜，你救不了他们。见到这一幕，落叶竹林掌教则是冷哼一声，与此同时，目光闪烁，眼中的杀意更浓，动用全力催动那2根竹子，势必要挡住那突来的攻势，杀掉李想与小明。2道攻势交织，就必然分出胜负。只听砰砰2声，那劲风便开始消散。但当那劲风消散之际，竹子早已化成了粉碎，连渣都不剩。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从天而降，在场之人除了李想与小明之外，皆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而在此之后，2道身影也是凭空出现，落在了李想与小明身前。这2人正是刚刚自岩洞中走出的红强与楚风。是红强，还有那个楚风，他们竟然还敢出现。见到这2人，几乎落叶竹林的所有人都是面容一变，尤其是见识过红强之强大的人，先前的窃喜，脸上的讥讽瞬息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浓郁的惊恐。此时此刻，很多落叶竹林的强者心中都有一个疑虑：这红强连落叶竹林的掌教和采竹林主世人都不怕，难道他真的强大到连整个落叶竹林都没人能与他抗衡不成？李想师兄，小明师弟，楚风现身后，也不管众人是何反应，赶忙将那捆绑李想与小明的绳索解开，并且开始为2人止血疗伤。楚风师弟，我们的救了！李想睁开双眼，看着那正在为自己疗伤的楚风，再看看在他们身前的红强，感觉如同做梦一般。他真的觉得自己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回。至于小明，虽然没有说话，但却已然忍不住泪水直接扑到怀中，如同受了委屈的孩子，大哭特哭起来。而实际上，他的确还只是一个孩子。放心吧，没人能够再伤害你们了。楚风说话之间，看向了那天空之上率领千军万马的落叶竹林掌教。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堂堂落叶竹林的掌教竟然这般不讲道理。先不说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来讨伐红强，视红强为眼中钉，就说他为了引出红强而毫无理由的对李想和小明出手，这就是一种无能的表现。那些昏庸的主事和长老这样也就算了，可竟然连堂堂一宗之主也如此昏庸。落叶竹林若一直这样下去，那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至于红强，相比于楚风，他的情绪要平静得多。他站在楚风3人身前，不急不躁，不怒不忧，反而在其脸上挂着淡淡微笑。他看着屹立在天空之上的采竹林主世人以及落叶竹林掌教，开口说道：本来我红强只想安安静静的在此处安度晚年，不惹是非，不得罪人，做一个优雅的隐士。可我没有想到你们却不给我这个机会，而既然你们不给我机会，那就别怪我不给你们机会。好一个不给我们机会，难不成你还想对我们如何不成？采竹林主世人讽刺的笑了。不管红强实力如何，在他来看，废竹林的主事就一定是一个废物。而对于采竹林主事的讥讽，红强也不予反驳，而是淡淡一笑，风轻云淡，却又霸气非凡。红强，你修为如此高深，却甘心做一个废竹林的主事人，你究竟有何居心？最好如实交代。落叶竹林的掌教冷声逼问道。与此同时，杀意十足。在他看来，红强这样的人，不管是何来历，但潜入他落叶竹林，都绝对是另有所图。而他觉得红强图谋的很可能是他的掌教之位，所以他必须除掉红强，不能留下这个后患。我加入落叶竹林没有任何图谋，真的只是想安静的做个隐士。可不曾想，你们兄弟2个如此昏庸，将这落叶竹林掌管的一塌糊涂。你们掌管落叶竹林糊涂也就算了，可干嘛偏要来惹我呢？事到如今，我不得不一改初心，施展一些手段了。而这全都是你们逼我的。话到此处，
红墙忽然面容转冷，只见其双眼闪烁之间，一道寒芒便绽放二开，瞬间席卷天地。刹那间，天昏地暗，这片天地仿佛陷入了世界末日。狂风如同狼哭鬼嚎一般吹奏，遮挡住了视线，天地如同崩碎撕裂一般摇晃，让人难以站稳。但最为恐怖的却并非那肆虐的狂风以及摇晃的天地，而是面对这样的变化，在场之人却没有一人能够抵挡，他们只能随波逐流，就像是一片孤叶漂泊在大海之上，不知道哪一道浪花会将它拍成粉碎，沉入海底。等待他们的唯有死亡，无力，非常的无力。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会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哪怕楚风也是如此。这便是红墙前辈的实力吗？他到底是何境界，竟强到了这种地步？楚风眉头紧皱，暗自感叹起来，多半是半地巅峰。因为就算他的威势再强，可他的地级武力依然不纯，这说明他还没有成为一名武帝，依然是半地境。淡淡解释道：“半地巅峰吗？那岂不是说红墙前辈已是接近武帝？”楚风仍感心惊。来到五之圣土之后，半地强者楚风见过太多了，但是半地巅峰的强者楚风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也就难怪红墙会这么强大，强大到连白猿半地也是不如。而经过一番天摇的晃，风起云涌的波动后，天地之间终于开始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只不过当一切彻底恢复之后，所有人都是不由面色大变，目瞪口呆，哪怕楚风也是如此。只见天地之间，很多人都是或趴或躺的，趴在了半空之上，显然受到刚才红墙那威势影响的不轻。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还活着，并且身体完好无损，连伤都没有受。但是在看采竹林主事人以及落叶竹林的掌教，却已然不在先前所在的位置，他们的身体已经跌落于的就那样趴在地上，并且他们的头颅已然不翼而飞，脖颈处的断头处有着不规则的痕迹，似是被撕裂了一般，大片的鲜血正疯狂的自伤口流出。那身体不仅没了生机，就连本源也被吞噬得干干净净，死得彻彻底底。而再看红墙，他仍然站在先前所在的位置，可是他的手上却多出了两样东西，那竟然是落叶竹林掌教以及采竹林主事人的头颅。他竟杀了采竹林主事以及掌教大人。终于有人忍不住此刻惊恐的情绪，以那颤抖的声音惊呼出声。在此之后，各种惊叫响彻连连，所有人都慌了，更有甚者开始迈开双腿转身逃跑。而在第一个人逃跑之后，便有第二个、第三个。一时之间，本站在天际之上的落叶竹林千军万马已然失去了先前的锐气，如同残兵败将一般四下逃窜，皆是想要尽快离开此处。他们当真是惊恐万分，被吓得不轻，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红墙会这般恐怖，竟能在顷刻之间取走落叶竹林掌教以及采竹林主事人的项上人头。要知道，那两位可是落叶竹林最强大的两位存在，虽为半地，但却品阶极高。可是就是如此强大的两位人物，却被红墙轻易斩杀，甚至临死之时连声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这就不得不让人去猜想，这位之前相当低调，可一出手便势不可挡的红墙，修为究竟在何境界？武帝？莫非这个红墙是武帝强者？事到如今，有许多人都觉得红墙可能是一位武帝强者，因为他们如同楚风一样，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强大的人。但是红墙越是强大，他们越是恐惧，谁让他们之前与红墙为敌呢？可就在无数长老与弟子想要逃脱之际，只见红墙大袖一挥，其体内无数道结界光芒体仿佛利剑组成的暴风雨一般疯狂射出，纷纷射入了在场众长老与弟子的体内。而凡是被那光芒体击中的人，都是惨嚎一声，随后便失去了御空之力，如同麻袋一般从半空摔落而下，最终狠狠地落到了地上。一时之间，废竹林的上空仿佛下起了人影暴雨，无数道身影自半飞落而下，摔落于的。可恶，我怎么没有了力气？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这是怎么了？我感应不到武力了，我的修为不见了。众人慌了，他们不仅失去了御空之力，浑身上下更是没有了一点力气，连武力都无法催动，就如同丢失了修为的废人一般。诸位莫慌，你们的修为都还在。就在落叶竹林的众人如同死狗一般趴在地上之时，红墙却笑眯眯地开口了。听得此话，那慌乱的众人都是赶忙闭嘴，眼巴巴地看向了红墙。这一刻，他们都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红墙搞的鬼。自古以来，不管何门何派，掌教之位皆是能者居之。我红墙对于所谓权力本无兴趣，但却不忍看到落叶竹林群龙无首，而日渐破败，最终浪费了落叶竹林初代掌教的一番心血。所以今日我红墙便勉为其难，暂时担任落叶竹林掌教一职。而你们就算有千般不对，万般有错，我红墙今日看在初代掌教的面子上，也都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再追究。红墙说道。原来他想做落叶竹林的掌教吗？不追究我们对他不敬吗？若真是这样，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是啊，这红墙如此之强，若是由他做我们的掌教，那我落叶竹林除了借尸联盟之外，有谁可挡？听到红墙的话后，那本惊恐无比的众人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不少，甚至有人开始感到窃喜与兴奋，激动万分。他们之所以恐惧，那是因为他们都曾对红墙有所不敬。以往的过节不说，就在先前，在落叶竹林掌教的示意下，他们还一同高声羞辱过红墙，所以他们自然害怕红墙，害怕红墙杀了他们。但是假如红墙根本没打算杀他们，反而要做落叶竹林的掌教的话，
这对于他们来说也绝对是一件好事。身为落叶竹林的人，谁不希望落叶竹林的掌教强大一点？而红强的实力，他们都见识到了，比之先前的掌教强大的绝对不止一星半点。若是红强做了落叶竹林的掌教，这绝对是好事一件。不过你们给我记住，日后不管主事还是长老，亦或者是弟子，都不可以再仗势欺人，不可看不起同门众人。若是被我发现有谁敢做有违落叶竹林门规之事，那么不管他是谁，我都绝不轻饶。红强再度补充道。对于红强的这番话，众人倒也没有异议。门规是否严明，这能说明一个掌教是否明智。若是可以，他们也希望落叶竹林能够减少歪风邪气，变得更加强大。毕竟只要落叶竹林强大，他们也都会变得更加强大。掌教大人，你所说的我们都会照做，只是采竹林主事已死，总要任命新的主事人才行。不知您对于这采竹林的主事可有合适的人选？忽然金竹林的主事开口说，询问。金竹林主事说这番话其实是怀有私心的。如今采竹林主事虽然死了，可采竹林依然是落叶竹林中最强大的一座竹林，而纵观落叶竹林如今的强者之中，最有资格胜任采竹林主事人的其实就是他。所以他表面上看是在为落叶竹林着想，但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谋取福利，争取机会。事实上与金竹林主事人一样，打着采竹林主事人位置的人可不在少数，他们都很希望得到这一个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所以眼下他们都怀揣一份希望，紧紧地盯着红强，希望红强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只不过当红强说出下一句话之后，莫说是他们这些主事人，就连众位长老与弟子也都傻眼了。这采竹林主事就由楚风胜任吧？红强看着楚风说道。什么？楚风？让楚风做采竹林的主事人？这怎么可以这样？红强此话一出，顿时激起千层浪，在场之人无一不是目瞪口呆，震惊不已。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红强会将如此重要的位置让一个弟子担当主事人的位置。若要是一个资历够的弟子也就罢了，这位弟子还是一个来到落叶竹林没有几天的挂名弟子，这实在是太不合适了。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那目光中有毫不掩饰的羡慕，也有毫不掩饰的嫉妒，但是也有若隐若现的仇视，自然也有隐隐若现的愤怒。此刻最为不甘的是金银铜铁的4位主事以及采竹林的多位当家长老们，他们乃是最有资格出任采竹林主事的人，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最想出任采竹林主事的人。但是眼下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职位竟然被楚风这位挂名弟子给霸占，他们是什么心情？这叫他们如何甘心？可你尽管再不甘心，他们也不敢没有半句怨言。他们不是不想反驳，只是他们不敢反驳。事实上不止旁人震惊，就连楚风自己也很是震惊。他来到这落叶竹林只想见见红强，连弟子的身份都是挂名的，如今见到红强了，其实楚风完全可以甩掉挂名弟子的身份，恢复自由身了。可是眼下红强竟要他做采竹林主事人，这可要楚风很是吃不消了。毕竟楚风日后可是要回青木山的。想到此处，楚风犹豫再三后，仍是开口说道：红强前辈，我资质太浅，恐怕难以胜任采竹林主事，如此重要的职位。是啊，掌教大人，楚风说的没错，虽然他的资质极佳，可毕竟年龄还小，若让他出任采竹林主事，恐怕难以服众啊。见楚风既然拒绝，几位主事人心中窃喜，赶忙趁机奉劝，希望能够罢免楚风出任采竹林主事人的机会。难以服众，我倒要看看谁敢不服。可是听得此话，红强顿时剑眉倒竖，暴喝一声，威震八方。这一刻几位主事顿时哑口无言，而在场之人更是没有人敢说二话，皆是低头不语。被红强吓得不轻，红强如此之强，具备将他们全部抹杀的实力，有谁敢说不服楚风？尽管他们心中不服楚风，可是只要有红强在，他们就不敢说不服楚风。楚风，这采竹林主事人，你暂时先坐着，若是日后你真的不想做了，那就不做。红强对楚风说道，语气很是柔和，就像是在与楚风相商一般。而听得此话，落叶竹林的众人就更是震惊了，这个态度实在是让人嫉妒啊！堂堂采竹林主事人，让一个弟子出任也就罢了，既然还是想做就做，不想就可以不做，这样的待遇也实在太特殊了一些。这红强对待楚风也着实太过放纵了一些，但是他们又能怎么办呢？除了对楚风羡慕、嫉妒、恨之外，他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谁让楚风与红强的关系这么好呢？既然前辈都这样说了，那楚风就暂且代理这采竹林主事之位。若是日后红强前辈寻得合适人选，楚风便交出此位。红强已经将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楚风也不好再拒绝，只得暂时出任。毕竟红强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交给他，不仅仅是看得起他，还在向众人展示一个态度，那就是他极为器重楚风。红强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楚风若是不接着，那可就太不给红强面子了。事情敲定，红强做了落叶竹林的新一代掌教，而楚风则成为了采竹林的新一任主事。不过无论是红强还是楚风，实际上都是甩手掌柜，他们只是挂着一个重要的名头，但却都不干该干的事。红强并没有真的开始管理落叶竹林，而是将所有事情交给各林的主事处理。至于楚风，他也如同红强一样，虽贵为采竹林主事，在落叶竹林内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和地位，可他却把采竹林的所有事宜全部都交给了采竹林的当家长老们处理，同样做起来甩手掌柜。当然了，楚风知道这些长老并不喜欢他，而实际上楚风也不信任这些长老，所以楚风自然也不会任由这些长老乱来。
楚风有与他们约法三章，虽然让他们手握大权，但却不能为非作歹，任意妄为，否则若被楚风知晓，楚风绝对不会轻易饶恕了他们。总之，他们就是替楚风做事的狗腿子，真正的权力仍然握在楚风的手中。而除了洪强与楚风之外，李想与小明在落叶竹林内的地位也是得到了质的飞跃。莫说是弟子们，就连长老们也是不敢得罪他们两个，反而是对他们恭敬有加，甚至有着无数人对他们溜须拍马，想要与他们套近乎、交关系。这两位废竹林的废物弟子一跃成为了无数人眼中的香饽饽，在落叶竹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之所以会这样，自然是因为楚风是他们与楚风关系好，才会得到这样的地位，才会这般受人尊敬。所以李想与小明当真是美坏了，他们是多么的庆幸与楚风交好。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当李想与小明在为与楚风交好而庆幸的时候，那些本有机会与楚风交好，但却错失了与楚风交好机会的邵师兄等人可就后悔不已了。至于邵师兄等人如今身在何处，他们并没有离开落叶竹林，只不过他们连弟子的身份都没有了，真正的沦落为了吓人。但这又能够怪谁？只能说是他们自找的。至于落叶竹林的其他人，除了前任掌教的心腹之外，其实对于前任掌教以及采竹林主事之死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触。他们只希望落叶竹林能越来越强，掌教不管是谁都应该是强者居之。洪强如此之强，出任落叶竹林掌教，其实也是应了他们的心愿。但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此次落叶竹林更换掌教，对落叶竹林的影响，无论是在内还是在外，都是很大的。而若要追究责任，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楚风。若是没有楚风，落叶竹林不可能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对于这些，楚风并不在意，他还有重任在身。在把自己采竹林主事人的责任甩给采竹林众长老后，楚风便前往了应风谷村。应风谷村位于联盟领地的中心区域，那里本是联盟领地最为繁华的地带，也是各方势力分布最密集的地带。能够在这里立足的势力都非寻常的角色，所以从此就能够看出，应风谷村虽然名为村落，但实际上底蕴深厚，绝对不容小觑。应风谷村在整个联盟领域都非常有名，并且是众位强大界灵师最愿意拜访的势力。之所以界灵师们乐意到应风谷村拜访，主要有2个原因：一，应风谷村喜欢招待界灵师，只要够资格就可以进入谷村受到款待；二，应风谷村内有着大量的应风寒水，并且只要能够博得应风谷村的好感，就能获得应风寒水作为赠礼。这应风寒水能够增强结界阵法，尤其是对于封印结界阵有着奇效。对于界灵师来说，这应风寒水可是一件至宝，并且获得的渠道唯有应风谷村，所以几乎每年、每月、每日都有界灵师前往应风谷村，想要到应风谷村做客。不过，想要进入应风谷村做客，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首先要是界灵师，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其次就是要有高超的结界之术，否则也别想进入应风谷村做客。而这就是进入应风谷村做客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做客资格。至于如何断定是否拥有高超的结界之术，是否具备进入应风谷村做客的资格，那自然要通过考验。这考验也不简单，总共有2关。第一关就是确定是否是界灵师，最低标准也要达到金袍界灵师。第二关测试结界之力的强横与否，通过这个测试才能进入应风谷村，成为应风谷村的客人。第一关随时都可以做，第二关却要在每月的1日、11日、21日才能做。此刻楚风已经来到了应风谷村之外，并且成功的通过了第一关的考验。只不过因为还没有到第2关测试的日子，楚风也是无法进入应风谷村，所以此刻楚风被安排到了一个属于应风谷村地盘，但却并非应风谷村的地方。这也太寒酸了一些吧。看着眼前的一切，哪怕楚风心里早有准备，可是也不由吃了一惊。此时此刻出现在楚风眼前的场景，乃是接下来他需要栖身的地方。他将要在这里与其他人一同等待第2关测试的日子到来。其实这周围的景色还是不错的，毕竟位于深山之中，绿树红叶，奇花异草，高山流水，飞天瀑布等物都是应有尽有的。不过可惜，应风谷村的人规定，所有来到此处的人不得乱走，只得留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而这特定的区域是一个开辟出来的广场，广场不是很大，并且很是简陋，地表不是特殊的材料布置而成的也就算了，竟然连最普通的石板也没有，而是土地。没错，就是山中的土地，脏兮兮的那种。并且在那广场之中，只有1个石屋、2个木屋以及10个草屋，这就是用来招待这些客人的住处。而最重要的是，在这广场上，人们不能凝聚结界阵法，不可以使用特殊宝物，只能按照应风谷村给予的进行休息，就连在地上铺个毯子都不允许，要么住进去，要么睡外边，就这么简单。若有人敢不听，那也不用进行第2关的测试了，可以直接走人。因为在这广场周围站立着多位应风谷村之人，他们就如同雕像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楚风他们。来都来了，总不能无功而返吧，将就住一晚吧，反正明天就可以考核了。对了，那个石屋还不错，刚好没人，你就住那里吧。淡淡说道。听得淡淡的话后，楚风才注意到，这广场上除了应风谷村的人外，总共还有38人。这38人有老有少，最年轻的与楚风相差不多，年龄最长的甚至有几百岁，接近1000岁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38人有10人占据了草屋，有2人占据了木屋，还有26人干脆就在那脏兮兮的地上坐着。那相对而言，
品质最好的食物竟然没人占据，所以楚风此时此刻毫不犹豫的便走向了那食屋。楚风的举动起初没人注意，大家都是个忙个的，谁也不理谁。但是当楚风走向那食屋之后，所有人都开始盯着楚风，目光开始变得精彩起来，甚至有人开始幸灾乐祸的冷笑，还有不要脸的竟然从怀中拿出了食物，就仿佛在期待一场好戏。那个小子，我劝你最好别打那食屋的主意。果不其然，就当楚风靠近经过2个木屋之际，左侧的木屋之中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楚风顺声望去，看到木屋门口站着一名身穿深蓝色长袍的中年男子。这名男子长相一般，双眼无神，嘴角挂着邋遢的胡茬，手握一个酒葫芦，正倚在木屋的大门，笑眯眯地看着楚风，眼神之中有着一抹轻蔑。这名男子的修为不弱，乃是7品武王。老实说，他可比楚风的修为高，不过可惜他的战力并不怎么样。楚风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战力稀松平常。这样的他，就算拥有7品武王，也不是楚风的对手。别说1个人，就算100个、1000个，楚风也不放在眼中。为何我不能打食屋的主意？难道那食屋有人？楚风停了下来，笑着问道。那邋遢男子点了点头，可是我没看见那食屋内有人。楚风说道。还没来。那邋遢男子说道。那就是没人。楚风微微一笑，便继续向前走去。小子，都告诉你，那里被人占了，你是听不懂人话吗？就在这时，右侧的木屋内突然钻出来一人，这同样是一名中年男子，同样身穿蓝色长袍，看穿着就知道他与那糟蹋男子应该是来自同一势力。不过比之糟蹋男子，这位男子可就太胖了一些，他是一个十足的大胖子，看那体型起码有1100多斤，用猪来形容他再为合适不过。而这胖子的修为比那邋遢男子则是弱了一点，乃是6品武王。人话当然听得懂，不过猪话我可听不懂。楚风对那大胖子说道。你他妈找打！听得此话，胖子勃然大怒，握起那沙包大的拳头，对着楚风便砸了过来。他这拳头不仅大，并且有力，正面袭来，呼呼生风，连空间都是一阵扭曲。那哪里是拳头，这简直就像是一道流星锤。这一刻，在场的许多人不禁暗自摇头，甚至有人闭上眼，不愿再看。在他们看来，楚风这5品武王的修为，不可能是那大胖子的对手。这一拳虽然不能要了楚风的性命，可却足以让楚风重伤。可就在所有人觉得楚风将要大难临头之际，楚风却冷然一笑，暗自说道：找死！那胖子虽然体重，但速度可是不赖，眨眼之间已是来到楚风近前。他这一靠近，对于他的攻势，楚风看得更为清楚。这巨拳正面袭来，不仅将虚空轰得连连抖动，更是荡起了道道如同漩涡一般的空气涟漪。此拳威力绝对是非同小可，若是楚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此拳击中，楚风就算不死，恐怕也要残废。不过可惜，现在的楚风可并非毫无防备，相反，楚风乃是全力戒备。忽然之间，一道流光闪烁，楚风已然出手，他的一只右手握成拳头，虽然还不及那胖子的巨拳1/5大，可是其中蕴含的威力却要胜他100倍。这小子是不要命了！见楚风不闪不躲，反而以拳对拳向胖子进行反击，在场之人，包括应风谷村的人，都是吃了一惊，觉得楚风这简直是不要命。而就在众人那吃惊的目光之下，楚风与胖子的拳头终于交织在一处。只不过这结果却完全超乎了众人的预料。一声闷响传来，一片鲜血也是在半空散开，强大的冲力使得那鲜红的血液刚好溅了那胖子一脸。这一刻，二人停止了交手，胖子愣在了原地，似是还没反应过来。但是目睹了一切的旁观者可就是满面吃惊，目若呆鸡，因为那胖子的巨拳已是手指零碎，血肉模糊，被楚风打了个稀巴烂。胖子就算在后知后觉，可当他看到自己那鲜血淋漓的拳头后，也是猛然发出了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十指连心，他的拳头都碎了。要说他此刻不疼，那绝不可能。我要宰了你！暴怒之下，胖子竟然再度出手，抡起另一只胳膊，甩动大手，对着楚风的脸颊便扇了过来。这一巴掌正面袭来，劲风极强，甚至光芒闪闪，似是一道大山砸了下来。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肉体攻击，而是一种强大的武技。可就是这样的攻击，楚风却依然不躲不闪，而是另一只手随意的甩出，最终那只手掌如同钳子一般，死死的扣在了那胖子的手腕上，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化解了对方的攻势。你是这只手也不想要了吗？抓住胖子的另一只手腕，楚风笑着问道。我去你妈的！胖子大嘴一张，竟一口粘痰飞射而出，对着楚风面门袭来。见状，楚风身子微微一侧，便将那粘痰轻易躲过，随后眉头微皱，寒意微生，说道：看来你这手是不想要了。话罢，楚风的那只手微微一握，一股武力便由外至内横扫开来。只听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自胖子的手臂响起，那胖子的脸庞也是变得异常扭曲，叫得更为撕心裂肺。因为楚风不仅通过武力将那胖子的经脉摧毁，肌肉撕裂，就连他的骨头也被楚风寸寸拗断。那条手臂表面看没有太大问题，但实则内部结构早已彻底瓦解。事到如今，胖子已经认识到他与楚风的巨大差距，尽管双臂皆废，惨嚎连连，当却也不敢再度上前，反而连连后退，不敢再与楚风交手。你究竟是什么人？就在这时，那位7品武王的糟蹋男子开口了，不过他也只是呵斥，却并没有对楚风出手。看来他很聪明，意识到楚风很强，是一位不得了的人，所以他想要弄清楚楚风到底是何来头。事实上，
此刻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应风古村的人在内，都紧紧地凝视着楚风，他们都很想知道楚风是何来历。毕竟事到如今，所有人都能够看出来，楚风拥有逆天战力，他的真实实力无法凭借表面的修为断定，而这样的人又这样年轻，那就多半不是简单的人物，多多少少都是有着一些背景才是。我是什么人，和你有关系吗？楚风冷笑道。那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糟蹋男子问道。没兴趣。楚风转过身去，径直地向石屋走去。他知道糟蹋男子不会与他交手，所以他也懒得与其浪费口舌。你就算没兴趣，我也要说。我告诉你，我大哥是整个五之圣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小霸王。这个石屋我们是替他占的，你识相的，现在就离那石屋远点，然后再向我兄弟认错，我大哥也许会轻饶了你。否则等我大哥来了，就算我替你求饶，以他的脾气也绝对不会饶过你。相信你也知道，应风谷村外允许斗殴，就算有人被打死了，应风谷村也不会管的。那糟蹋男子竟威胁齐楚风，小霸王是谁啊？我怎么没听过？而这男子此话一出，还来不及楚风回答，在场的许多人就开始彼此互问起来。显然他们与楚风一样，都不知道这个小霸王是谁。我大哥刚刚出道不久，但很快就会名扬五之圣土。眼见众人对他的话充满怀疑，那糟蹋男子解释道，刚刚你还说你大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怎么现在就又说你大哥刚刚出道了？一位占据了木屋修为在七品武王的老头颇为讽刺地说道，老杂碎，你懂个球，我说的是将来，我是说将来我大哥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这理解能力怎么这么差？糟蹋男子冷哼道，态度很是恶劣。老头见他蛮不讲理，便撇了撇嘴，不再与他废话。至于其他人，其实都很惧怕这糟蹋男子，所以尽管对他之前的言论表示不屑，甚至觉得可笑，但是想到他的实力不弱，那他大哥的实力肯定会比他更强，所以也都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心里嘲讽他一番而已。见无人反驳，那糟蹋男子才得意地擦了下鼻子，随后又整理了一下衣衫，这才再度看向楚风。可是当他看到此刻的楚风后，那得意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因为楚风不但没有被他的话吓到，反而已经进入了石屋内，正用头枕着双手，翘着二郎腿，躺在石屋的床上，那叫一个悠哉。我擦，你听不懂我说话是不是？告诉你，离那石屋远点。你怎么还他娘进去了？你是真不怕死，还是不相信我大哥会杀了你？我告诉你，就我大哥那暴脾气，他要是想杀你，那可没人拦得住。糟蹋男子很是愤怒地威胁道，那就让你那暴脾气大哥来杀我试试。楚风不以为然地说道。